李鸿章到底有多少家财？到底算不算富可敌国呢？中日海战中国战败之后，民间便流传开了这样一副对联，叫做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说的是合肥人李鸿章，下联说的是常熟人翁同龢。李鸿章增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正一品位级，人臣相当于宰相了。他的敛财手段积累的财富令人震惊，所以被称为宰相合肥。李鸿章办洋务时的老伙计荣闳曾经说，合肥有私产4000万，以遗子孙。飞行检所著的近代名人传中又说，李鸿章死后家资逾1000万，及弟兄子银私财6000余万。但是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又说，李中堂办洋务时的股份多，但私财并不多。那么李鸿章到底有多少家财？到底算不算富可敌国呢？通常谈论李鸿章的家产，其实主要还是他的不动产，很少有人清楚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银两留给了他的子孙。据说很多人统计李鸿章的家业，李家拥有的数千顷土地往往并没有算进去。如果加上这笔庞大的土地资本，李鸿章的家产何止于1000万呢？留学美国办过洋务的荣闳曾经对李鸿章的富有做了保守估计，认为李鸿章绝命之时，其私产应该有4000万两以遗弃子孙。到过中国的西洋人也有同样的估算。事实上，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诗句就已经比较形象地说明了李鸿章大发洋务财的贪婪真相了。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大捞油水，不需要自己动手，手下人的孝敬就足够把他喂肥了。而且他和一般贪官不同，李鸿章不仅接受下级洋务官僚的各种各样的贿赂，而且在办理外交当中，外国的贿赂款他居然也是照拿不误的。曾经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收取了俄国300万卢布事件。据说这件事情最终被沙皇东宫档案所记录。而房产方面，在李鸿章发迹之后，李家6兄弟均于合肥置下了数百亩的庄园宅地。这些可不是一般的地主大院，而是类似于内外城的布局，并且配套了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阁、秘密走廊等设施。除了合肥的房产之外，安徽芜湖也是李家房产的集中地。此地水陆运输便利，地理条件优越。这些房产当中，自住的则是配套设施奢侈，公馆、戏园、紫亭台、水系一应俱全。已有一大部分房产被他用来出租了。这些房产的价值现在已经是无法估算了。比如在《李鸿章家族》一书记载的，李鸿章在北京一个胡同里的4合院，随手一卖就是2万两银子。那么李鸿章广布于合肥、安庆、扬州、芜湖、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产，肯定是价值不菲并且难以估算的。李鸿章一生叱咤风云，除了不动产之外，银票、股份这些东西就很难查证了。比如李鸿章家书中记载过关于股息的内容，说明李鸿章老家的亲人会通过洋务企业的股份分红获利。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也说，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及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数其管业运营。李鸿章的亲侄孙曾经说，我的叔公在合肥有义和恒生2家当铺，以及同泰钱庄等，财产一直是由总管刘东山经营着的。所以李鸿章家产到底有多少，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谈富可敌国估计算不上，但是他家富的流油是绰绰有余的。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